当山东小镇的炼油工们还在为一桶柴油的涨跌争吵时，布鲁塞尔的一纸黑名单可能正在把他们变成孤岛上的难民，不是战火，是制裁造成的失业潮。欧盟的第19轮对俄制裁不再只是地图上远方的舆论口水战，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第三国的能源链条，包括那些看似不起眼但承载着数以万计就业和地方税收的中国独立炼油厂。路透与多家媒体一致报道，欧委会在提案中明确把第三国炼油厂、石油贸易商和石化公司列为重点审查对象，目标是堵截俄罗斯通过影子舰队流出的石油收入。想象一下，某个位于山东的地方炼厂，年处理几十万到上百万吨原油，表面上与国际政治无关，但一旦被列入制裁名单，后果是立竿见影，国际买家撤单，国际结算受阻，在保险与航运被拒。这不是一两天的利润下滑，而是贷款违约、停产、裁员的连锁坍塌。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公开推行加速淘汰俄化石燃料的计划，并强调要追踪绕开制裁的第三方和影子舰队。这意味着执法将更深入，更直接地触及那些曾被认为可有可无的环节。别以为这是政客的豪言壮语。数据有声音，欧盟自2022年以来已对数百艘运油船实施制裁，近年来对俄油进口大幅收缩，但影子舰队与替代通道让俄罗斯石油收入并未完全中断。现在欧盟打算把管道延伸至买家端，一旦认定某炼厂与受制裁的俄罗斯油源或规避链条有关联，连带影响将扩散到供应商、物流公司、银行乃至地方财政。在中国，这意味着什么？第一，就是供应链脆弱性被赤裸裸爆出，一些独立炼厂长期依赖低价俄油以维持微薄利润，若被切断或遭信用惩罚，短期内难以在国际市场找到等价替代。第二，是资金链风险，很多中小炼厂依靠短融和企业授信运作，国际结算受阻会迅速推高融资成本，银行审慎收紧信贷后，地方债务和就业将首当其冲。第三，则是政治与外交成本，一旦被列入欧盟名单，企业的第三国身份会变成外交舆论的靶子，地方政府需要在保护企业与应对中央外交压力之间走钢丝。更糟的是，制裁并非仅限经济惩罚那么简单。欧盟提案还强调，打击与俄罗斯军事供应链相关的企业和服务，包括与无人机、地理空间数据、关键零部件有关的技术流通。若相关石化或贸易公司被认定为涉嫌协助规避制裁，不仅面临经济封锁，核心负责人可能被列入个人制裁名单，冻结资产，履行受限，带来的是企业治理层级的全面震荡。听起来很遥远，那我们就来拉近一点，在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保险、航运和银行三者缺一不可。一旦欧盟严格执行第19轮制裁，并把目光投向中国独立炼厂，保险公司会因为制裁风险拒保或涨价，航运无法找到愿意承运的船只，买家则会因价格、合规双重风险退避三舍。短期内，国内成品油价格或出现剧烈波动；中长期，部分依赖外部低价原料的小厂可能选择停产或转产，带来的是地方税收骤减、工资支付困难与连锁裁员。现实的数字残酷，欧洲已将数百艘船列入黑名单，欧盟官员也点名要对涉及规避的第三国实体采取行动，这不是虚张声势。而这些风险不再停留在文件或新闻稿里，而是直直砸向中国沿海的独立炼厂。山东、辽宁、河北这些沿海省份的独立炼厂是制裁名单的高危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原油进口高度依赖低价渠道，其中相当比例来自俄罗斯。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进口俄罗斯原油约 1.07 亿吨，同比增长 24%。俄罗斯一跃成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占比近 22%。其中，大型央企炼厂多有稳定的中东、非洲长协合同，反而是中小独立炼厂靠着买影子舰队的俄油维持成本优势。换句话说，制裁一旦落地，受打击最深的就是这些靠灰色渠道续命的企业，这些炼厂的融资结构更脆弱。根据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公开数据，独立炼厂平均资产负债率在 65% 以上，部分小厂甚至超过 80%。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地方银行短期贷款，一旦制裁导致国际结算中断，贸易票据失效，本地银行必然收紧信贷。到时，炼厂不但买不起原料，还可能陷入债务违约。独立炼厂不是单独存在的工厂，而是地方经济的输血机。以山东东营为例，石化产业占当地财政收入的近 40%。如果几家大炼厂同时停产，当地 GDP 会瞬间塌陷，工人失业，税收枯竭，社会稳定也会被拖下水。但是，地方政府真的能救吗？很难。因为制裁涉及的是国际清算与保险、航运，不是地方政府能花点补贴就能解决的。即使政府愿意兜底，也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突破41万亿元，部分县市甚至靠发工资都要借钱。在这种背景下，哪还有余力为炼厂兜底？最终可能的结果就是政府象征性给点纾困，但大多数小厂只能硬扛，撑不住的就会成为僵尸企业，被迫停产、裁员、甩卖资产。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谁？工人。山东某地一座年处理能力500万吨的炼厂，直接就业人数超过2000人，间接就业人数超过1万人。一旦工厂被制裁，首先面临的是订单骤减、工资拖欠，接下来就是裁员潮。工人失业后，小镇的加油站、饭馆、理发店都会受到冲击。一个2000人的工厂就是一个小镇的心脏，心脏停跳，整条街的灯都会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青年失业率仍维持在近 18%。部分地方甚至超过 20%。如果再叠加独立炼厂的大规模裁员，这种失业潮会在地方社会引发更强烈的不安。别以为这是局部危机，能源产业的连锁反应会波及更广。首先是国内成品油市场，独立炼厂供应了中国1/3以上的汽柴油，如果大规模停产，短期会导致供应紧张，油价上涨。油价上涨带动运输成本飙升，进而推高物价。对本就处于通缩阴影下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是一记反向暴击。通缩的冰冷还没散去，成本推动的通胀又可能卷土重来。其次是国际油市，俄罗斯油如果卖不出去，不会自动消失，而是通过更隐蔽的渠道寻找出路。美国和欧盟如果同步施压中国、印度等主要买家，油价可能短期被压低，但中长期可能导致供应链更混乱。混乱带来的风险，最终还是由发展中国家买单。最残酷的问题是，如果这种制裁扩大，中国可能被动进入能源孤岛状态。过去10年，中国石化产业一直以全球市场为前提进行扩张，从产能布局到资金筹措，几乎所有逻辑都基于国际流通。如今，若因为地缘政治被切断，这套体系会迅速崩溃。独立炼厂是第一批倒下的，多数央企还能靠政府兜底，但产业链上下游的小微企业却没有任何缓冲。有人或许还在自我安慰，这只是可能性。但数据摆在眼前，
欧盟已对超过560艘船实施制裁，对俄油贸易收入打击90%以上，还明确表示下一步将锁定第三国炼油厂。这不是口头威胁，而是逐步推进的现实。所以问题来了，当欧盟和美国的制裁名单真正落到山东、辽宁的某些小炼厂名字上时，那些普通工人该怎么办？当小镇的餐馆关门，加油站没生意，地方财政失血时，谁会为这一切买单？当低价俄油的幻梦被打破，中国会不会发现，原来过去几年积累的能源依赖，其实是在给别人握住自己的咽喉？历史上没有哪一场制裁是温柔的，制裁就像冰雹，落下来不会跳屋顶，砸碎的永远是最脆弱的瓦片。今天，这些瓦片正在中国的小城小厂上空闪闪发亮，悲剧正在逼近，只是它还没完全到来。真正的问题是，当风暴来临时，中国有没有伞？而那把伞能不能撑得住数以万计工人和家庭的命运？